对，还有一位朋友据说也是哦，我以听不前。见你啊。哦，听不见吗？对，那现在听得哦，对，见。就是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好，有请。谢谢滕苗老师，谢谢林安友教授，也谢谢郑老师精彩的发言。这20几期的持续学习呢，呃，个人感触的话，因为我先介绍一下自己，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在滕老师的帮助下润出来的人。我在那个之前呢是参与过公民运动和08宪章的签署，但是在结婚生子之后，重心就更多的放到了家庭和子女的身上。3年的疫情让我个人就觉得我的女儿不太应该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就想尽办法，希望我的女儿接受另外一种更人性化的教育，希望她的未来不会因为自己的某种缺陷、缺失或者说是能力不足而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我就希望她能够获得一个比较正常的这种，嗯，就是生活。在这个想法驱动下呢，我在滕老师帮助下，我们一家是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介绍一下我的背景。之前我是跟滕老师是学过法律，但是呢，我也学过语言，我学德语，然后我也在学英语。在学语言的过程当中，我就有这么一种很浅的一种认知，就是也是疑问吧，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农耕文化的这种土壤，能不能够自发的产生一种政治的民主？这个问题我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因为就我之前的工作当中所接触到的，以及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就是信奉传统文化，或者说把传统文化作为自己价值观的一部分的这些朋友呢，他们对于现代化民主好像不是那么感兴趣，反而是呃，另外一些朋友就是说，本身对于个人追求幸福的这种动机非常强，为了说小一点哈，就是没有那么大众，没有那么就是具有殉道精神的那种，只是为了自己和个家人的幸福生活去追求一种新的道路。这一类朋友的话，他们对于就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的这种氛围可能更在意一点。呃，个人的想法是，这一种农耕文化的土壤是不是阻碍了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如果没有外在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话，它有没有可能自发的形成一种社会民主的氛围？我我觉得是很难，但是难在哪里？这一点我想不明白。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呃如果需要外界干预的话，就是说，刚刚郑老师也提到了，国际社会可能对于中国的发展既充满期待，又怀有戒心。这种比较矛盾的现状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产生因素？是不是因为世界对于中国还是没有认知的很清楚？很多外国的朋友都把中国的文化当做一种神秘，神秘的，然后很值得去探究的一种学识也好，一种呃呃比较值得去认知的一种文化现象也好，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让
更多的外国朋友就忽视了这种文化背后的一些非常阴暗、非常禁锢和阻挠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进程的一种因素在里头，就让很多很多国外的人士就对中国抱有一种天就是期望在于希望中国发展能给我们，就是说白了吧，能给我们的通胀水平能够降低一点，然后能够给我们提供大量的优质的这种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呢，又很害怕，因为对于这种捉摸不透的这种特点，觉得万一要是强大了，万一要是有力量了，会不会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一种巨大的冲击？这种期待和这种忧虑都在现实中得到了体现。前一段时间在北美做那个大陆境外警察局的这个事情，就已经让很多人就觉醒了。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印度朋友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很期待去中国发展，他听说中国对外国朋友非常好，然后他呢又很害怕中国在境外设警局的这个事儿，虽然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就直接表明了这个态度，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适，并且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这种矛盾的心态在国外的国际环境当中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去改变？个人能够做些什么？我不太了解。我个人的话，就是只能是更多的去跟朋友说一些，中国文化，你们期待的中国文化是有好的一面，但是呢，更多的是如果没有外界力量帮助的话，中国自身是很难走到现代文明的。我就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不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去看待中国，而是抱着一个务实的心态。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你想追求这种幸福呢，你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认知，去认识到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比方说，万一要发生战争，那应该怎么对待？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呃，中国人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改变这种现状，这个问题也是需要大家一块去解决的。现在的结论很多，滕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我们可以参与到点滴的活动当中，就像之前许志勇老师提出的公民运动，还有徐老师、滕老师还有其他老师一块提出的这个公民运动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成效的，因为我本人就是比较信守公民承诺里面的一些原则。虽然在成家立业之后没有过多的参与政治运动，但是起码在个人生活当中不会去做一些那些很明显违反公民承诺里面一些信条的一些动作和行为。好，滕老师，行，嗯。我说的可能比较杂乱啊，因为对，我就是我个们那个人是比较激动。还有，对，还有其他的朋友举手，一会儿对那个，一会儿就是我们有时间的话，也请你可以在第二次发言，好吧？好的，好嗯，的，好的，对，就是好的。我补充两点，一点就是。又听不见。哦，对，我说补充OK，两点，一点呢就是他刚才说的公民承诺，这是许志勇和我们一起发起新公民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说他的一个最核心的想法就是鼓励大家做公民，所以许志勇他在演讲在文章中不断强调要让大家大家做公民，承担公民责任，说真话，不与这个体制同流合污，不作恶，这样一个就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个承诺，那就对，然后呢扩展到一个全国范围的公民运动，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会给中国政治带来非常大的好的改变。
对，这是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的一些基本理念。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你提到文化，那在我们这一系列课程当中比较少的讨论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东西？传统文化有哪些是有利于民主，有哪些是不利于中国民主的？或者是像中共所说的民主不适合中国文化，或者是什么什么中国有另一套啊，这个或者是中共也经常说的这个素质论，就是中国民众的素质还没有办法去接受民主，等将来素质提高了再说。这都是值得讨论的地方。但是很显然，文化决定论是不成立的，就是历史决定论不成立，就是历史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规律，这个是我们很多人读过这个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那么文化决定论也是不成立的，台湾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有人分析，这恐怕也是中共要打压台湾的一个最大的意识形态的理由，因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这个文化传统啊，都很显然是一样的，但是台湾已经实现了非常稳定的民主。所以这种就是中国文化阻碍民主这种说法，简单这么说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是背后有很多细致的东西要讨论。一会儿也想请李安友教授谈一下这个看法。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举手的 George， 有请。George， 你现在可以打开麦克。哦，这能听到了吧？可以。能听到吗？啊，可以。李彦友老师，这个滕明老师好啊。咱们这个课，我没有完全听，我中间隔了几个，但是我觉得总体办得非常好，非常感谢啊。刚才这个杨自立先生还有这个徐光先生还有另外一位的发言都很精彩，我感觉都很好。我想谈两点，就是说，咱们这个我觉得中国是必须走向民主，我觉得中国是应该能够，我坚信它能够走向民主。就像刚才李彦友老师说的两句啊，就是说，怕中国强也怕中国弱，但是我觉得肯定咱们不怕民主化之后的中国强或者弱，他不管强不管弱，他是这个讲道理的、讲法治的，那大家都不害怕，他是文明的。那个他的蛮横是我们大家都都害怕的，我们也害怕，我们作为中国人也很害怕。对，我想说的是，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必须走向民主，因为中国人民，你遭受专制制度的压迫蹂躏2000多年，在当今世界大部分主流国家都进入人类文明的新时期，中国作为这个占全世界人口1/4人口的国家哈。如果继续有独裁专制当权的恣意妄为，那不是说14亿中国人民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悲哀，同时也很可能给全世界人民带来这个不稳定、不安全，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我觉得这14亿中国人遭受痛苦，其他几十亿生活在民主文明国家的同类，应该可能会感到一点羞愧，因为怎么都是同类。看他们真是看他们遭受的灾难，心里是很难受的。这个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啊，我的感觉是不能再希望它改良，因为这个专制政权的本质、它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的有改，你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变。它的党章已经把它的限定了，况且都是这种专制集权思想，这根深蒂固的，它改不了，必须有个外在的压力。我记得有一位好像张卫英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哈，但我非常赞同。大概意思的是，中国实际上是被一小撮无耻的人在操纵愚弄一大批无知的人。那我觉得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现在中国一直都是人力上的，一直都一小撮这个无耻之徒在操纵这个社会，操纵这个国家。那我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啊，根据现在必须是知识分子先站出来，他不是说冷兵器时代一莽夫拿一条木棍都可以起义了。你现在我必须知识分子先站出来，就部分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制定一定方案，按照一定程序去影响唤醒另一部分半睡半醒的知识分子。
大家共同唤醒、带动被舆论的广大民众，共同参与到民主化运动，推翻专制政权，让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从这个目前那个专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你说那么多军队，那么多这个武警，他这个措施和国际化民主的形势来看，中国走向民主化道路的最佳路径就是开展全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你现在也有人提出，就是说暴力的什么，一是这个成本太大，这个造成流血牺牲的；另外是实现靠此道路实现的民主化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基本不存在。那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啊，那必须是这个被压迫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行动起来，站起来行动起来，加之这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帮助、配合。自从那个89民主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受制于多种形式的这个多种形式的条件和局限和压力，中国民主化运动，我觉得大部分都停留在的控诉、声讨、谴责、分析，都是说这个专制政权过去怎么坏，现在正在做哪些坏事，以后还可能做哪些坏，这是分析界面。我认为是没有开展或者说没有形成对中国政权具有影响力的运动。对，说起来，2021年那个茉莉花运动，当时我还在国内，我一直就是觉得，就那么发了几个信息，那时候要被共产党他那恐慌的程度，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从他们的恐慌程度来看，他对这个人民这个运动是非常害怕的，当然，这个白纸革命呢，虽然喊出了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口号，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我觉得它的根源是它急于解除这个疫情封锁的具体诉求，与真正意义上的发端于民主思想的这个运动还有一定的区别。我觉得根据现在中国这个具体情况和全球化民主浪潮的影响和趋势，中国已经到了发起非暴力不合作民主运动的时候。有志之士，我就可以开展行动了。我认为这个时机是到来，不能再等了，当然，那中国民主化的这个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有2000年专制皇权思想这个沉渣当道，中国民主化这个道路肯定是充满艰难险阻。就是说，但是只要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树立了坚定的信心，我觉得离民主化的目标只能越走越近。但是你第一次就是即便发起这个运动，也说不可能是完全都是有把握去成功。你像陈胜吴广起义，他没成功，你说他成功了吧？他没成功。你从另一个level他也成功了，因为他带动了其他的起义，带动了其他的运动。我非常坚信，这个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全民运动。我坚信中国能够走向民主，中国会走向民主啊！我就简单谈这些啊，谢谢啊，不当之处请批评指导啊。很好，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发言。那安迪有什么要评论的？谢谢。没有，我还是想听大家的。有一个朋友 Steven Schleicher， 我想因为以前那个郑树光和Yui提到，就是说西方不了解中国，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不是这个健康的或者有助的。不知道 Steven， 因为他是以前的退休的美国的外交官。对，他已经举手，我也看到。有请 Steven。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听到。首先很感谢两位教授进行这系列的课，特别好。我们大家好像都要再琢磨你的幻灯片，你的 slides， 藤标的这个介绍非常细。那关于曾先生和别人谈到的，外国政府、外国人民可能不够了解中国大陆的根本问题，或者是它的体制的真相，我想说几句。
我在北京和我在广州和北京服务的时候，在80年代末天安门前后，还有天安门后的90年初期，我在北京使馆当经济参赞。那个时候我可以对照一下，很清楚的一种对照，就是说天安门之前的所谓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和天安门之后，我们大家都要记得，在北京80年代有个体改委，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改革的基本成分是体制改革，而体制是什么？大家都在辩论，那个时候都在考虑应该怎么改，在什么样的过程之下改。要民主在这个政治改革在这方面有什么角色可扮演？会不会？就是刚才大家都谈的好多问题是在体改委的这个menu 上，但是这个希望就好像消灭了，在89年之后，而我觉得现在习近平政府在想办法是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一种道路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奠定这个要怎么样改体制，是要改良改好我们的治政，我们的法治的体制，而你们在今年的课提到了很多细节关于这方面，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跟他周围的支持者在党内，可能也有不少人民9000万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认为这是对的。我们要用科学、用技术、用现代管理办法，好像，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体制健全，而它的全面的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在国家的每一个社会层次上，好像都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而改革第一条就是党领导，大家从村庄到中南海都要理解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算了，而这种体制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改。可以把它完善，可以给它现代化，可能也会在中期还是有办法推动经济发展，而政治势力、选权力，所以我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有不少美国的高级评论家，包括 Pompeo 国务卿跟川普总统川普说了中国内部的一部分的真相，他们警告美国人民，它是一个其实非常黑暗的一个政治议题，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我同意李安友教授的说法，刚才介绍你这个中国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你其实形容了现代中国的大概的情况，所以
我想有不少美国人认为，中国的体制没有改，没有向民主的呃样子改，而完全是为了巩固稳定、巩固党的政治权利。而这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问题。美国跟他们的盟友也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反驳他们的说法？他们说他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我们的是假虚的我想这是一个大问题，而我们应该抓好这个问题。That's about it. 非常感谢 Steven。那其实刚才郑旭光等等一些朋友谈到，就是国际对中国的一些政策的变化。提到很多西方人，很多西方国家，他们并不真心的去推动中国的人权跟民主。那就让我想到，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对，有很多不同的流派。那其中有这个理想主义的，也有这个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呢，就主张应该去推动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作为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希望的，希望美国和这些民主国家都能够把这个推动中国民主或者推动全球民主作为它最重要的目标。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他考虑的是现实的利益，包括他的这个选民的想法、选票，包括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等等。所以美国在过去也曾经支持过不少威权的政权、独裁者等等。对，就说他一定会考虑，比如说经济贸易、国家安全、地缘政治等等，就是像前面提到的中国民主化是否会带来这个超级的难民潮啊等等，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这两方面要平衡的、综合的来考虑。还有杨子丽，有请。我们对时间有限，就是现在2分钟之内。好的，我就简单的就补充一点我的一个想法啊，就是因为刚才旭光呢，讲到就是美国就是应该真正怎么样，或者国际社会应该真正如何，不是表面上怎么样。这个说法呢，就是我觉得就不是很严谨。就像刚才那个滕彪老师说的呢，就是每个国家也好，国际机构也好，它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考虑，它又赋予不同的权重，它可能就是说这是你政策的一个方面，但是呢，它还会有其他考虑。那么在这些不同的考虑之中呢，它要赋予不同的权重，它不会说为了某一个政策，然后其他的它都不管，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在中共的这些粉红的话语里边呢，他也会用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你美国表面上为了民主，实际上为了你这些资本家利益啊，什么等等，就是说这个你表面上怎么样，实际怎么样，你内心怎么想的这些东西呢，适用于一个专制国家，因为专制者他可以，内部有一套东西，然后表面上一套东西，甚至是一个独裁者个人。他可以自己想的，连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你可以说你表面上怎么样，你实际上怎么样？但是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讲呢，他们所有的政策都是公开透明辩论出来的，而这些东西呢，仅仅是一个不同的考虑的一个侧面而已。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些话语的时候，那么用于描述这些专制国家和用于描述民主国家，我们用一种不同的这个语境来描述，以便跟那些中共粉红的语言能够分开。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好，谢谢。旭光有补充发言吗？
可以。2分钟最多。第一个就是子立说的，我都同意啊，我都同意。可能是我的话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书不尽言嘛，没法把所有方方面面都说到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民主化，我觉得呢，日本、韩国、西班牙这个秘鲁、智利所有的法西斯国家的案例是不适用的。我觉得这可能是西方世界的政治界对这件事情搞错了的一个最本质的原因啊。他们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威权国家，实际上中共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根本上的变化，从49年到现在一直是集权的体制。这个集权体制就是所谓的苏联体制或者列宁体制这个体制是没有变化的只不过时紧时松而已所以在未来中国民主化会怎么进行，我认为这是苏东模式，不可能是法西斯模式。因为说实在话，我曾经开过玩笑，我说共产党想靠法西斯化续命，他们想得美那是民运分子的特权什么意思？就是法西斯化是民主之后才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民主的问题，民主的危险，不是集权的危险。所以滕彪刚才讲了一句话，说更可怕的军管法西斯化，我觉得那是比起中共来讲是更不可怕而已当然也很可怕那么他会的转型还是苏东体制的，因为它本身是苏东体制。那我们看所有的苏东体制国家转型都是无一例外的要改国号要重新制宪或者复辟旧制因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套根本没法修，不管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迷惑呢？因为中共是深深的介入了全球化现在是最大的贸易国家，大国里它贸易依存度最高，15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我当然觉得美国比较幸运的是呢，从贸易战到现在，中国现在已经变成第4大，从第1大变成第4大。那么第1大欧盟，第2加拿大，第3大是墨西哥这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经济环境更加友岸化，更加近岸化，安全多了。美国人我觉得他们一旦意识到错误，他们非常坚决但是我觉得美国和欧洲都是把中国作为这个对手了欧洲是作为制度型的对手，美国是作为最大的敌人，日本也是这样。那么有这个认知那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体制才有可能转变。原因我认为中国自己发生转变的可能性非常小本身中共这个政权建立就是外部力量介入的结果，北伐也是这样，二战秩序也是这样那么未来的改变，我觉得仍然是外部世界的作用的认知。那么过去几十年，应该说中共的所谓的合法性是西方世界加持的，因为它主要的打交道对象是政权，是中共政权，所以中共就可以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而西方人也认可这一点，西方的政府和人民也认可这一点这就是蓬佩奥提出来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但是呢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长在一块儿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觉得现实问题现实解决，理论问题要搞清楚。好，谢谢。那请李安友教授做一些总结。对我们整个这一门课程，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请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好像what do we say 转到这个外部势力能不能改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想，就是说美国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梦想，一个误解，认为我们是战胜冷战，但是我们可以看，因为俄国还存在，这个俄国苏联是解体，但是还存在一个俄国，而且俄国还是因为我们不能战胜俄国，我们如果在Ukraine 能够战胜的话，这个是一个局部的战胜，不能完全控制或者改变俄国。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个 fantasy，就是说梦想，认为我们是战胜
冷战，还有很多西方的人，特别在美国，认为我们可以战胜第二次冷战，但是这个比战胜第一次冷战是更不可能的事情。你中国的话，不可能鼓励他，不可能经济上what do you say strangle， 不可能就是让他的经济不发展。不可能用武力战胜中国，我们只能够跟中国找一个共同生存的一个方法。I don't want to say， 我不要说peaceful coexistence， 因为这个是冷战时期的一个口号，一个提法。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必要跟中国 compete。比赛竞争，像Biden administration 说的这样，但是我们如果像好像这个 Pompeo 或者 Mike Pence 或者这个 Trump 说法说我们应该可以战胜中国，这个是不可能，而且是非常危险。那么如果要跟中国比赛竞争的话，我们要选一些我们最重要的一些方面，一个当然是台湾，一个是高科技，一个是我们今天已经谈到的是人权。我认为人权这个东西在中美的竞争期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又是重要又是有利于美国的一个竞争的焦点。所以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用外势力改变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的话，这个东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够强调人权而帮助国内的要改变中国的政治这个制度的势力去做他们的努力。我还是认为他们就是说这个国内民主势力早晚会成功，但是我希望他能够和平的，不用暴力的保持稳定的。因为我以前说过，中国的崩溃也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中国的发展我们也怕它，因为我不可控制它的政策。但是可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崩溃，这个东西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要看到的。非常感谢李安友教授。听不见。感谢李安友教授，感谢各位的发言和参与讨论。我们在 Q&A 当中还有很多人提出来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对外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是越来越大？包括史蒂文先生说的这个中共的洗脑宣传，他的就是让民众满意，然后让民众觉得中国已经民主了等等，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民众要求民主的意愿等等，包括人口问题，包括也就是中国会不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都非常有意思。那我们在课程当中提到的很多观点，很多分析的角度，其实并不是标准答案，因为在这个领域应该说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们希望通过讨论，通过介绍一些理论框架，能够给大家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理论工具。那么就是要大家去继续思考，去探索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但没有标准答案，而且这个答案还是会随着时间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也希望整个这门课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对于我们分析以后会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分析中国的形势、国际形势会有所帮助。那我也从这门课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从大家提问讨论，以及我在准备这个课程当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课程，然后我们在 YouTube 上会有这个上传，然后在Podcast 上播客也会有，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忙传播。那中国当然一定会走向民主，这个是我深信不疑的。但是需要花多长时间，以什么样的进路，那么有哪些影响因素，以及我们作为个人，作为无论是生活在国内还是生活在海外的关心中国的人，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是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但是那个民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是绝对可以实现的，也必须要实现的。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我们整个这一门课就结束了。然后大家也会收到一些这个信息，关于这个结业证书和其他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感谢所有人，感谢连友教授。谢谢大家。